你不是不会社交，你是别人看你一眼你就开始怀疑自己，笑一下怕太假，不笑又怕太冷，话没接上觉得自己失败，对方反应淡一点就觉得他是不是讨厌你。很多人不是不想靠近人，是太怕自己靠近以后不被喜欢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很多时候根本没人给你打分，是你自己把每一次相处都变成了考试。所以想变得落落大方，第一步不是学会很多话术，而是少演一点内心戏。当你脑子开始补最糟糕的剧情，可以先停一下，问自己，这是现场事实还是我在脑补？现场事实可能只是对方看了你一眼，脑补会变成他是不是觉得我很怪，我刚刚表情是不是很僵，我是不是又表现得不大方。这个区分很重要，因为事实通常很小，脑补会把它拍成连续剧。第二个观点，耐受尴尬。落落大方的人不是不会尴尬，他们只是尴尬来了也不会立刻逃走。比如一句话没接上，停2秒，其实没关系。真的没关系。很多人社交痛苦是因为把每个小停顿都当事故，可聊天不是直播节目，不需要每一秒都有包袱和反应。我以前会觉得冷场很可怕，好像空气一安静就说明我失败了。但有时候安静只是安静，你可以喝口水，可以笑一下，可以说我刚刚有点没接住，你继续说，这反而很自然。第三个是练习对视。对，很多人在对视这件事上有2种极端，要么完全躲，要么强迫自己盯着对方，盯到2个人都不舒服。其实不用那么用力，看1秒，接住一下，再自然移开就够了。你可以看对方眼睛附近，也可以看眉心、鼻梁，不需要一直盯。对视不是比赛，他只是告诉对方我在听，我没有逃走。为什么我们会这么怕相处里的小失误？因为很多人把社交当成一场被打分，表现得自然就得分，说错一句就扣分，别人反应淡一点就觉得自己不合格。可这份打分标准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。是，你以为别人都在观察你，其实大多数人都在忙自己的不自然。一个人越紧张，越容易把自己放到聚光灯下面。这就是第4个观点，一次性社交。很多接触其实就是一次短暂相遇，你不用把每次见面都当成我要留下好印象的考试。比如和店员多说2句，和邻座的人点头，和一个不熟的人寒暄，很多人真的不会记那么久。对，你可以把它当成练习场，不是人生考场。说顺了很好，说的一般也就过去了。第5个观点，不被喜欢。这个对很多容易紧张的人很难，因为紧张背后其实是太怕别人不喜欢自己，所以会过度礼貌，过度解释，过度观察对方反应。但不是每个人都要喜欢你，对方没接住你的话，不一定是你不好，对方反应平淡，也不一定是你尴尬，可能只是他累，可能只是你们频率不合。不被喜欢不等于你失败。对，落落大方不是让所有人满意，而是你不再因为一个人的冷淡立刻把自己推翻。第6个观点，别预设关注。这条特别重要，你越害怕被注意，就越会放大自己的动作。走路觉得手不知道怎么摆，吃饭觉得别人会不会看你，讲话觉得每个字都被检查。但现实是，大多数人真的没那么有空。很多人连自己刚刚说了什么都记不清，更别说一直盯着你。你可以认真感受一下人群，大家都在看手机、赶路、想自己的事儿。所以有时候要让自己去人多的地方感受一下。对，站在红绿灯路口或者人很多的地铁口，观察一下来往的人，你会发现大家都只是经过，没有那么多人盯着你。第7个观点，先融入再表达。很多人常常一上来就给自己压力，我得开话题，我得活跃气氛，我得说点有意思的。
然后越想越僵。其实你可以先做很轻的参与，点头笑一下，接一句原来是这样，或者问一句后来呢？你不用立刻成为话题中心，先让自己进入场子，比强行表现重要。对，融入不是讨好，是让身体先知道我可以待在这里。第8个观点，多表达。表达能力不是靠突然变外向练出来的，是一次次小动作堆出来的。比如多问一句，多回应一句，多表达一点真实想法。还有给自己积极暗示，但不是那种空喊我最棒，而是更具体一点，我可以说得慢一点，我允许自己停顿，我说错一句也不会怎么样。这比强行打鸡血舒服多了。因为它不是逼你变另一个人，而是让你带着现在的自己慢慢多往前走一点。所以从局促到落落大方，不是要变成一个特别会来事儿的人，是你不再把每一次相处都当成审判现场，你可以有一点笨拙，可以偶尔接不上话，可以不被所有人喜欢。只要你不再因为这些小事把自己整个人否定掉。落落大方的底色其实是允许自己普通的存在。如果你最近也有过那种一对视就想低头看手机的瞬间，可以试一次，先别急着逃，看1秒，移开，然后告诉自己，刚刚只是一次普通接触。从这么小的练习开始就够了，你不需要一下子变得很会说话，你只需要一点点把自己从脑内评委席里领出来。愿你在人群里慢慢松下来，也愿你以后不再急着躲开自己的存在。